媳妇，妈跪下求你了，你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吧。要是再不把肾捐给你小叔子，他会没命的。那可是我的孩子啊，你也不忍心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吧？你的孩子是孩子，我的就不是吗？我现在已经怀孕7个月了，孩子在我肚子已经成型，而且每天胎动的那么好，我怎么能亲手送走他？婆婆，算我求你了，不要再为难我了好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你能和我小儿子配型成功，那是你的福气，我们是你的公婆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今天你必须把孩子拿掉，去救我小儿子。她是你们儿媳妇，我的老婆，她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，我要是不同意，我看你们谁敢让她去。难道你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了吗？你还是人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狠心的东西？为了自己的幸福，不管弟弟的死活，你弟弟才30岁呀。你们说这话良心不会痛吗？我们为小叔子付出的还少吗？小叔子前后后住院一共花了70万，这钱都是我们出的，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。你们还好意思说尽力了？现在只有儿媳妇的肾能救我小儿子，你为什么死活不同意？我看你就是见死不救，故意用我小儿子的命报复我们老两口。儿子，你就同意了吧，你们还年轻，孩子打掉了以后还会再有的。可你弟弟的命只有一条，要是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机会，他就离我们而去了。你是最孝顺的孩子，从小什么事都听我的，这次也别让我失望，好吗？妈，我和小丽结婚10几年了，为了要孩子吃了很多苦，也花了很多钱。小丽肚子上现在还全是打针留下的疤痕，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，她可是我们俩的希望。因为没有孩子，小丽没少被你咒骂，我们俩也没少吵架，这些你不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还要逼我们呢？你们兄弟俩30几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吗？婆婆，你也同样是母亲，是女人，应该知道宝宝一天天在肚子里长大的那种做妈妈的责任感和幸福感。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平安顺遂，健健康康。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我老婆同意捐了手术，也不一定成功，术后的风险也很大，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？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不可能用我老婆和孩子的命去换弟弟一个人的命，你们凭什么让我答应？就凭我是你爸，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也是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供你吃供你穿的。现在我就要你老婆舍命救我小儿子，我今天过来是通知你们的，不是来和你们商量的。想要我和孩子的命去救你儿子，门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会儿我妈就回来了，你们再不走可别后悔。你们是铁了心不救我儿子了，想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吗？小刚，你今天要不带着你老婆去医院拿掉孩子，我就给你断绝母子关系，从此我就当没有生过你。老婆子，他们就是铁石心肠、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今天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他们是不知道这个家谁说的算了。老公无奈地把老婆护在身后，任由父母打骂。你们两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居然敢在我家撒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我教育我自己的儿子，关你什么事？你真以为我们怕你吗？要不是看在是亲家，我们早就收拾你了。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既然你们敢来我家闹事，那我就好好和你们算算账。当初我女儿嫁给你们家，说好我们陪嫁1套房子和30万块钱，可没过多久，你们又不同意了，非要我们出双倍的陪嫁，宁可让你大儿子当上门女婿。最后我看在2个孩子真心相爱的份上，除了2套房子和60万块钱，可你们倒好，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给买，就连婚礼现场一切的费用都是我家出的。不但如此，就连我女儿开的车都被你们抢走送给小儿子了。我们只拿到了1套房子和60万，我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白白送给你们家了，难道再要1辆车不应该吗？既然你儿子已经送给我们家了，为什么你小儿子生病了，你们还隔3差5的上门找他要钱？他每个月都会给你们5000块生活费，这些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可你们却不知足，竟然变本加厉想让我女儿给你小儿子捐肾，我看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你给我闭嘴吧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小儿子就是我们的宝贝，你女儿是我的儿媳妇，她已经嫁到我们家了，就必须要为这个家无条件的付出。爸妈，我也是你们亲生的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为我想想呢？我老婆已经为咱家牺牲的够多了，现在还想要你们孙子的命，你们太让我寒心了。我不想和你再废话了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今天你弟弟的命，你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今天我也把话放在这，小刚，你和小丽结婚10几年了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，从来没有争吵过，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，你也对我孝顺有加。你今天要是敢让我女儿把孩子拿掉，那这里再也不是你的家了，你和我女儿只能有离婚这一条路可以走。为了这个孩子，我女儿受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白眼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宝宝是我女儿的希望和精神支柱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伤害他们母子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小丽把孩子拿掉的，她也是我的希望和精神支柱，我怎么会舍得呢？爸
妈，你们还是回去吧，我也很想救弟弟，可我不能为了弟弟牺牲我的老婆和孩子，毕竟他们是无辜的，请恕我无能为力。除了这件事，其他的事只要我能做到，你们都可以来找我。公公婆婆，不管你们说我自私自利，见死不救也好，我只想做宝宝的妈妈，我想好好保护他。再说了，宝宝在我肚子里已经7个月了，再有3个月他就可以出生了。你们可以等我把他生下来后，我再把肾捐给小叔子，可以吗？小丽，恐怕我小儿子等不了3个月那么久了。多等一天，我小儿子就要多遭罪一天，我们就要多煎熬一天。你现在必须把孩子拿掉，去救我小儿子，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否则我们就死在你们家，让左邻右舍都看看你是怎么逼死公婆的。爸妈，你们想救弟弟，我理解，我也很想救弟弟，可你们不能为了救你们的儿子就伤害我的儿子，他是那么健康，那么有活力，再有3个月，他就要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了。你们这样做不觉得太残忍了吗？你就是个白眼狼，我辛苦养你20多年，现在就求你这点事，你都推三阻四的。你老婆现在怀的孩子是不是男孩子都不知道，你却为了他让你弟弟活生生的离开我们，万一到时候生的是丫头片子，我们不就亏大了？你们说的是人话吗？男孩女孩都是我们家的宝贝，我女儿都答应生完孩子就捐肾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做人不要太得寸进尺，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至于你们小儿子能不能等到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这段时间我们会竭尽全力配合医生，尽我们的努力去维持他的生命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，一旦我小儿子挺不到3个月，我们就要永远失去他了。小丽，你今天不去，我们就把你绑去。我女儿是不会去的，你们敢动手一下试试？我这一身功夫好久没用了，你们想不想试一下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就不信你能时刻待在你女儿身边，别让我们抓到机会。公公说完后灰溜溜的逃走了。李伟，我们离婚吧，再不离开这个家，我都没命活下去了。老婆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在我们家生活的好好的吗？干嘛一惊一乍的？今天早上你爸要我给他8000块钱，说是和他多年的老朋友聚聚，我没钱给他，他就打了我好几个耳光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爸他竟然动手打你了，他也太不像话了。我的脸到现在还火辣辣的疼，可想你爸下手有多狠。今天你爸不跟我道歉，我是不可能在这个家继续待下去的。老婆，你先别生气，我这就跟我爸讨个说法，不会让你。爸，你为什么动手打小美？就算小美再不对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你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脾气一点都没变。儿子，不是我有意要动手打你老婆，是她不听我的话，3番2次的跟我顶嘴，我才打了她的。依我对小美的了解，平时让她踩死一只蚂蚁都不敢，怎么会给你顶嘴呢？听小美说，你找她要8000块钱，就因为没给钱给你，你就对她大打出手。我们每个月给你2000块钱生活费，加上你自己的退休金，一共也有5000多块钱，还不够你花的吗？5000块钱怎么够花的？你弟弟家还在租房子住，我们不补贴他们，那谁会管他们？妈，那你们也不能打我老婆的主意，找他要钱补贴给弟弟他们。你弟他们成了家，却还在外面租房子住，他老婆经常跟你弟吵架，抱怨没有买房子，结了婚跟他吃尽苦头。我跟你爸怕他们小两口因为钱的事情闹离婚，所以才把生活费、退休金补贴给他们用。儿子，当初你结婚的时候，你老婆娘家陪嫁的20万块钱，你们花了吗？没有啊。怎么？妈，这个钱我老婆说留着急需时候再用，一直在我老婆手里保管着。你弟弟他们不是没买房子吗？我想把你的这个钱先借用给你弟弟他们买套房子，20万付个首付，在县城里应该是够的。妈，可是这是我老婆的陪嫁钱啊，又不是我的钱。你们结了婚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他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你的钱不就是咱家里的钱吗？一家人还分那么清楚干嘛？再说了，你们现在日子倒是安稳了，你弟的日子还没个着落呢。幸好现在还没有孩子，等有了孩子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那怎么行？你弟弟现在有难，你作为家里的长子，你更应该帮助他。妈，凭什么弟弟买不起房子，要拿我老婆的陪嫁钱来买？我们又不欠他的。不是我看不起你老婆，你看他那个寒酸药，不就是借用20万块钱吗？
你要还是我儿子，就赶紧把那20万给要过来，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那好吧，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。老婆，我妈想借你的20万陪嫁钱，想给我弟买房子付首付，你看能周转一下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个钱肯定不能借的，借出去了就没有还的。老婆，我妈说只是暂时借用一下，等过几年应该就能还给我们了。我弟他结婚了，可是还住在出租房，我看着也于心不忍啊。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不也是租房子住过来的吗？当初我们租房子住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人同情一下我们？你弟没房子住，就哭穷给你听，让你想办法。这些年我们没日没夜的加班挣钱，就是为了有自己的安稳小家，能让我们的孩子以后有个避风港。是啊，老婆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每天工作到凌晨才回家，日子有多苦也只有你能体会。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，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。当初你妈不同意我们结婚，嫌弃我家庭条件一般，我妈看在我俩情投意合上，你为人诚恳，做事稳重，才放心把我嫁给你。为了让我婚后生活压力小一点，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给我当陪嫁，你妈当时彩礼只给了38888块钱，我妈怕要多了难为你父母，所以给意思一下就算了。可是你父母有曾感激过我爸妈吗？老婆，你妈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，我也不会忘记的。至于我爸妈为什么这么对你，我也感到很难过。你爸妈这几年对我简直不如一个陌生人，为了你在婆媳关系之间好做人，我就没有跟你提起过你妈做的种种伤人的事情。今天你爸打我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，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妈在亲戚朋友面前说家里有个懒媳妇，天天就知道睡懒觉，我天天辛苦的工作，周末多休息一下，她至于拿到外面去说3道4吗？要不是你表姐告诉我，让我以后多注意你妈，我还全然不知。平时做的饭菜，你爸妈也是鸡蛋里挑骨头，不是说饭硬了，就是太咸了，这个肉咬不动，那个菜太辣了，众口难调。既然这么吃不惯，为什么每天还要等着我下了班回来，让我做饭给他们吃呢？上个月我放在衣柜抽屉里的2万块钱不见了，后来我问你妈是不是她拿了，她却理直气壮地跟我说，这是我儿子挣的钱，我想拿就拿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同意让你爸妈跟我们住一起的。你妈整天对我板着个脸，好像我欠她钱似的，都是儿媳妇，凭什么对你弟媳那么好，对我这么恶毒？这些年我有哪件事情对不起你家了？我上班工作挣钱，家里我又照顾老小，还要受他们的气，这个家我不想过了。老婆，你受的这些委屈我都知道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就不应该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，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了。儿子，那20万块钱你借到了吗？你弟还在等你的钱买房付首付呢。妈，我没有借，你让弟弟他们自己想办法吧。不是说好的让你找你老婆借陪嫁钱的吗？你没有跟你老婆借吗？我说了，但是钱不能借，这钱是留给我们的孩子以及给小美父母养老用的钱。我们家的钱你怎么留给外人用了？你这个不懂事的儿子。不懂事的应该是你们，你们倚老卖老，欺人太甚，对我老婆如此恶毒。儿子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不懂得如何尊重老人吗？不懂得尊重人的应该是你们，你们不尊重我老婆，我也没必要尊重你们。你是不是有了媳妇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？你信不信我跟你妈不认你这个儿子？从小你们就偏心对待我和弟弟，我读完初中就出门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，现在成家了，你们还要我供弟弟买房子。小时候家里有好玩的玩具，你们都偷偷藏起来不给我玩，等我不在的时候拿出来给弟弟一个人玩。那时候家里穷，1个月才能吃上1顿肉，可是你们呢，把好的肉全部留给弟弟吃，给我就吃点骨头和菜汤。天底下有比你们更铁心更自私的父母吗？我们对你弟好，那是应该的，谁让他是家里的宝贝儿子？你既然是家里的老大，就应该为家里付出。爸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凭什么打我老婆？他不听我这个公公的话，我替他父母教训一下，难道不可以吗？就算教训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你和妈，赶紧从我们家搬出去吧，我和小美再也不想看到你们。李伟，你可要想清楚你说的话，我妈明天我出了这个门，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然后把床单被褥全部换干净的。我对你们尽孝已经够了。他怎么突然要过来了？是不是知道我的预产期到了，亏我和你妈把你养这么大，最后却这样对我，也算是吧。我知道你不同意让我妈照顾，不过现在不谈论这些，你先把房间收拾干净了，其余的我们再来说吧。不行，你现在就要给我说清楚，他真是为了照顾我坐月子来的吗？儿子不要啊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。你也知道，当年生女儿坐月子的时候，你妈是怎么对我的？经常连口热水都没有，孩子哭了她也不帮忙带，孩子尿了或者要洗澡了，她总是装作看不见，更别提给孩子洗衣服了，洗一件骂一件，什么难听她就骂什么。好在我是顺产，孩子自己带也就算了，可她连正常的1日3餐都没有按时给我吃，我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好了，你就别抱怨了，
那些事情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我保证你这次月子能做好，你就放心吧。没错，你是给我保证了，否则我也不会同意给你生二胎。不过你应该还记得你是怎么给我保证的吧？你说生二胎要给我请月嫂，如今我早已和月嫂联系好了，人家随时都可以过来照顾我。而你呢，一声不吭就把你妈叫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，你要我收拾2个房间，难道还有其他外人要来吗？你说对了，不过那个人不是外人，而是我妹妹小莲，你知道吗？本来你们2人的预产期相差10来天，谁知小莲昨晚突然就提前生了，又是一个大胖小子，我妈担心她婆婆不会照顾，所以坚持要让小莲回娘家坐月子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首先恭喜你妹妹得偿所愿，她总说她比我强，不仅第1胎能生的男孩，第2胎也会是男孩，想不到还真让她做到了。所以啊，我爸妈现在可开心了，我妹妹为她婆家连生了2个男孩。我妈对她婆婆说话就是理直气壮的。你妈用不着这样，以她的性格，即便你妹妹生的是女儿，你妈照样可以耀武扬威。不过你千万别告诉我，你妈要把小莲接到咱们家来坐月子，过2天等我生了她再顺便一起照顾我。没错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反正你们2个的时间差不多，这样就可以少请1个月嫂了。你别说了，这事我不同意。如果说你妈心疼女儿会在婆家受委屈，那她完全可以把小莲接回娘家住。你们要搞清楚，这里是我的家，不是小莲的娘家，请他们不要来打扰我。主要是小莲不想回乡下住，她现在刚生产完，咱们应该照顾她的心情。况且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这里也是她的家。你别再说了，我告诉你，2个女人一起坐月子是肯定做不好的，而那个做不好的人一定是我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也想太多了，我觉得这是很好，正常的事情呀。东西煮了一起吃，孩子闹了一起带，有问题一起商量，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事。不，你说的这些好处，我宁愿1个也不要，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大灾难。而且你答应过我的生2胎，要给我请月嫂，让我轻轻松松、舒舒服服做完月子，怎么现在就全部变卦了呢？不是我变卦，你自己也懂事一点好吗？我妈都来了，为什么还要请月嫂？那不是浪费钱吗？我知道你担心我妈会照顾不好你，可这回我妹也来陪你了啊。难道我妈只会给小莲煮饭吃，而不给你吃吗？还是你担心她只给外孙洗衣服，而不给自己孙子洗吗？想想都不可能，正所谓3个女人1台戏，我相信未来的1个月，家里会很热闹的。我不听你讲这些鬼道理，这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，你所认为的美好的事情，只是你单方面想象的。你永远不懂，一个坐月子的女人要是受了冷落有多凄惨，这样的事情我绝不要再经历一遍。总之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不要他们住进来，更不需要你母亲来照顾我。你现在就跟他们说吧。你怎么这么小心眼不容人呢？他们一个是我亲妈，一个是我亲妹妹，你让我怎么开口拒绝？你不懂得拒绝，是因为你完全不懂女人生孩子坐月子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。再说了，2个产妇由1个人照顾，到时候她应该先顾谁呢？这事你放心吧，我妈说了，她先试着照顾2天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把你母亲也叫过来，那样就一定万事大吉了。亏你们想得出来由她先照顾2天，立个好婆婆的人设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她的心思，想想我生女儿她照顾我的时候，那个脸整天黑着，又拉得老长，对我更是指桑骂槐，真是说多了都是泪。如今这1胎是你承诺过会给我请月嫂，我才答应生的，如果知道你们会这样做，我肯定不会要2胎的。你先别着急啊，老话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谁知道我妹会这么巧和你一起生孩子呢？再说了，当初也是不知道请月嫂那么贵，所以才会满口答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好的月嫂至少1万起步，简直太贵了。现在好了，我妹要来了，我妈也亲自来照顾了，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，你应该感激才是。退1万步说，你要是实在不想让我妈来照顾，那你就让你母亲来吧，照顾自己女儿坐月子，想必她是很乐意的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第1，我不同意你妹妹来我这里坐月子；第2，我不同意你妈来照顾我坐月子；第3，我更不会让我母亲过来，因为她自己家里还有2个孙子要带；第4，不管请月嫂是1万还是2万，我是一定要请的，而这笔钱你也必须给到我，现在就给我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一定要这笔钱的话，那只能等下个月发工资了，因为我妈说小莲又生了1个儿子，所以让我转了1万红包给孩子。你们家这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我生第1胎女儿的时候，小莲只给了200红包，第2年她生儿子了，你母亲就3天2头催我们给1万红包，现在大家都要生2胎了，哪怕是意思一下，那给个500-600也很多了，凭什么又要转1万过去？我倒要看一看，等我这个孩子生下之后，他们能给孩子多少？一家人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而且我是当舅舅的，又代表了娘家，
我当然要给多一些了，这样让小莲在婆家也有面子。我妈也说了，到时咱们这个孩子生下之后，她还是会做主，让小莲只给200就好，反正咱们也不差这点钱。你简直是既混账又愚孝又双标！我想请月嫂，你嫌1万太贵，要省钱，可你转身就给外甥1万红包，装大方，简直是无耻至极！我真是太后悔了，当初怎么就信了你的鬼话，替你生2胎？如今孩子马上生了，我也怨不了那么多。可是这里是我的家，只要我在这里生活1日，我就不同意他们母女住进来。特别是你母亲，本来我就够不待见她了，而她现在又做主红包的事情，那我更是不想见到她了。如今我们婆媳之间横着这么大的一根刺，即便是硬核，也是会出矛盾的。你如果不想家里不得安宁，那就赶紧阻止这一切吧。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，让自己母亲和自己妹妹不要过来住？我是为人子仁兄，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呢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有让你们硬核，我一再强调了，你要是实在不满意我妈，你可以叫你母亲来啊。你总说我妈太过强势，可她也疼自己闺女，早早就养了鸡鸭，要给女儿坐月子补身体。可你妈呢？她也是做母亲的，她怎么就忍心看你没人照顾，也没有给你准备鸡鸭呢？如此一比，你的娘家人才是最让人寒心的，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们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我母亲在家里有多辛苦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当初为了多给我们一点装修费，她天不亮就去工地扛水泥，后来她给了我们6万块装修费，那可都是她的血汗钱呢。而你母亲呢？有给我们1分钱买房吗？有给孩子1分钱吗？这些年我为了照顾咱们这个家，没有在她跟前尽孝，已经是很愧疚了。现在她自己也有2个孙子要带，我怎么能给她增添麻烦？总之，我不管你妈要照顾女儿坐月子，那是她的事，除了我这里，他们爱住哪里就住哪里。可如果硬要把我妈拉着进来，硬要告诉她我这里的处境，让她额外劳神挂心，那你就别怪我对你翻脸无情。行，你现在大着肚子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我妹要过来坐月子的事情，我是同意了的。你如果自己有意见，那你就自己跟他们说去吧。也好，我也看出了你的无情和冷漠，索性就趁这次机会，大家把话挑明了。妻子说完就马上给婆婆打去电话，那么婆媳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争吵呢？故事未完，待续。妈，你今天见到我女朋友的父母，你觉得他们怎么样？还以为是什么豪门，也就那样吧，看样子和我们家差不多，我估计他们家条件比我们好不了多少，压根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妈，我没骗你，嘉欣的爸爸就是开公司的，年收入是我们家的几10倍，怎么能说和我们家一样？儿子，你也太傻了，你没有看到他父亲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吗？今天我就试探性的问了问他家要多少彩礼，他父亲说本来要66万的，但看2个孩子很合眼，就让我们出16万6就可以了。妈，那这个和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啊，那你干嘛不同意？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？他们从一开始就说了承诺，然后让我们觉得是我们家高攀了他们家似的，我可看不惯这样的人。那你怎么给他们说的？我说房子是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，现在经济有限，彩礼只能给6万块钱。妈，你一下子砍掉那么多，那他们一家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你这样做会毁了我的婚姻的。儿子，你放心，妈自有办法。我跟他们说，等嘉欣嫁到我们家，我会视她如女儿的，所以他们家也就没说什么了。那意思是事情已经谈成了吗？他母亲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不过看得出来，他们家很想把女儿嫁过来，幸好我砍了一大半价。那结婚日期已经定了吧？我们是几月几号的婚礼啊？你个兔崽子，看把你急的！这个时候咱们要淡定，等他们坐不住了，自然会来找我们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咱们想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，一切我们说了算。那这样结婚也太没诚意了吧，好像在耍花招一样。我觉得这样做对嘉欣不好。你还年轻，你不懂，有些事情你没经历过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只有这样才能让嘉欣嫁过来，以后不敢在咱们这个家闹矛盾，明白吗？妈，我娶嘉欣，我只想和她过简单的日子，不想过这样勾心斗角的婚姻。阿俊呀，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个时候你别再给我添麻烦了，尤其是刚买的房子，我就不相信他家会不惦记着。妈，嘉欣是个善良的女孩，没有那么多心机的。那是你天真了。你们2个在一起多久了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他们家真的有钱，真的很疼爱女儿，就该陪送一辆100万豪车。妈，咱们才给人家6万块钱的彩礼，你想什么呢？人家怎么可能会陪嫁那么贵的车呢？6万块钱少了吗？你可别再说了，不要回头再给我说漏了嘴，你要聪明点，知道吗？你早点哄他去把证领了，到那个时候，一切都是咱们说了算。那好吧，我记住了。
妈，你今天跟阿伟的妈妈聊得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已经有了眉目了。嘉欣，我正要跟你说呢，恐怕你这个婚事办不成了。妈，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他妈妈不同意吗？还是其他原因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妈也是第一次和他父母见面，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他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但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真的很糟糕。我担心你未来要面对的是一个城府很深又强势的婆婆。但阿俊的为人你们都知道的呀，我是真的很想和他结婚。正因为平日里我们对阿俊的印象不错，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次饭局。可我现在最怕的就是阿俊表面对你好，心里还是像他妈妈一样，如果真是那样的人，你后悔都没地方哭啊。妈，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家的条件不如我们，故意这么说的？我们是那种势利的小人吗？他家条件再差，只要阿俊人品好，成功一定指日可待。但如果条件很好，但人品却不好，那么到最后婚姻肯定会是一塌糊涂的。这样的结局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说，大不了损失点钱，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啊！你觉得值得吗？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订婚这一步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只能试探他们一下了。虽然我不喜欢这种方法，但这关系到你的终身幸福，爸妈不得不出此下策了。妈，怎么试探呀？本来为了你和阿俊结婚，爸妈给你准备了房子和车子，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你不能告诉他们。从今天的聊天来看，他妈妈是很重视的，虽然只是付了房子的首付，但他妈表现的好像很了不起，是咱们家高攀了他们家。你爸爸还非常谦和地说，彩礼降低了，只要18万8千，他妈立马不高兴了，开始给我们哭穷，非要把彩礼降到6万。在我和你爸心中，我们要的是一种态度，而不是讨价还价的行为。6万块钱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妈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明天就假装试探一下阿俊，让他在房本上加上我的名字，看看他们家这次会怎么说。好啊，如果他们真的同意，那就说明我们真的多心了。彩礼不仅会全退，还会额外给你200万的创业启动资金，外加一个商铺。但假如他们耍花招，那证明他们根本就不重视你。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明天我就找阿俊聊一聊这件事。阿俊，我听说你妈只给我们家6万块钱的彩礼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这笔钱是我妈好不容易存到的，以后我们要好好孝顺她。我爸妈也说了，他会给我陪嫁一辆15万块钱的车。什么？真是太搞笑了，我没听错吧？才15万的车子，你父母那么有钱？但我是女儿身，毕竟是要嫁出去的，我爸妈的钱以后还要留给我弟弟呢。但也不能只给你15万的车吧？我觉得这个太少了。那你觉得应该多少合适呢？你说出来我听听。以你家的收入，买一辆至少60万奔驰车。你就别提了，这要是去年什么都好说，但今年我爸的生意亏了太多了，欠了很多钱，我现在也是很着急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嘉欣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以后只能要靠你了，你别嫌弃我就行了。没事的，反正我们都有工作，不靠父母过也一样。阿俊，但我觉得你这样太让我没有安全感了。你也别想太多了，你放心，我会一心一意爱你，嫁进我们家，一切你说了算。真的吗？那你能不能跟你妈说一声，在房本上加上我的名字，这样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嘉欣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以前不是不在乎这些吗？现在怎么了？以前有父母可以依靠，当然不在乎，但现在不同了，我要的是真正的归属感。我原以为我们结婚后，你会帮我还清所有的房款，这样还有可能让我妈加上你的名字。但现在以你的这个情况，我估计想要说服我妈，怕比登天还难。怎么会这么难呢？你们只是付了首付，以后我跟你一起还房贷啊。嘉欣，房贷的事不用你管，我的工资足够了，还完房贷我还剩500多呢。可剩下500块钱能做什么呢？估计也只够我们的水电费了。虽然少了点，但你有工资啊，以后我们家的生活费你要加油了。你的意思是用你的工资还贷款，我的当生活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啊，还有什么难度吗？反正我们结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你不要分得那么清楚。这不是变相让我还贷款吗？既然要我一起承担贷款，那加上我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同意？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？我还急着跟你领结婚证呢。我觉得你应该多体谅我的处境，你要相信我，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
停，打住，先别说这些了，什么时候把我的名字加上再说吧。算了，我也跟你说不通，等一下还是让我妈跟你说吧。你们觉得阿俊的母亲会同意嘉欣的要求吗？嘉欣接下来会做什么呢？点赞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亲家，大事不好了，你女儿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，你赶快带10万块钱来一趟医院。什么？亲家，你可别吓我呀！好端端的，我女儿怎么会摔下楼呢？当时我和她准备下楼出门，她一个不小心就从楼上摔下来了。妈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睁眼说瞎话，要不是他女儿推我一把，我能从楼梯上摔下去吗？什么？你小姑子怎么那么狠心？她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呢？小姑子前段时间刚刚离婚，婆婆说她心情不好，也没有地方住，所以就让她来我们家里住。我好心收留她，没想到她却像头猪一样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什么事情都让我去照顾她。要是有哪里没有顺她的意，她就直接对我拳打脚踢的。每天睡到下午3、4点才起床，还要给她做好吃的。要是做的不好吃，她和婆婆还要说3道4的。你快给我闭嘴吧，简直胡说八道。今天她说想买条项链，让我拿1万给她，我说我没有钱，于是她一生气就把我推了下去。此时老公刚好在医院门口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妈，我媳妇说的是真的吗？小妹这不是疯了，居然敢这样对待自己的大嫂，我看她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儿子，你不要听她瞎说，你小妹不过想吓唬吓唬她，谁知道她会摔下去呢？你小妹也不是故意的。你说这话恐怕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吧？既然她不是故意的，我女儿这么大的人为什么会从楼上摔下来，而且还伤得这么严重？从小到大我们都舍不得让她受委屈，没想到在你们家就连小姑子都敢这样欺负我女儿，我一定饶不了她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，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我女儿只不过就是轻轻推了她一下，说明你女儿太娇生惯养了，而且她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回家休养几天就好了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了，你女儿是你的宝贝，难道我女儿就不是我家的宝贝？妈，你快别说了，本来就是小妹不对，要不是我媳妇好心收留小妹，她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儿子，你怎么能向着外人说话呢？我和你妹才是你的家人。小美是我老婆，现在也是我们家的人，你们别在这里胡搅蛮缠，赶紧给我闭嘴吧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。妈，有这样的婆婆和小姑子，我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等我出院，我就和你一起回娘家住。好，等你出院，咱就回娘家住，这样的婆家不要也罢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是看你妈一个人在乡下不方便，才把她接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，而你妹刚离婚，没有地方住，才好心收留她。没想到我是自讨苦吃，我对他们越好，他们越得寸进尺，觉得我好欺负。你挣的钱都给了婆婆，而且她每个月还有退休金，她还不知足，每个月还要找我拿钱。家里的所有开支都是我一个人承担，家务活全是我一个人做，他们每天吃完饭就往沙发上坐，碗都不会帮我洗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总是挑3拣4，对我指手画脚的，甚至还动手打人。这样的日子我们还怎样过下去呢？干脆离婚吧。儿子，离婚就离婚，外面的好女人多的是，还怕找不到吗？你这个臭女人，我是你婆婆，辛辛苦苦把我儿子养大，难道我吃你的住你的不应该吗？你已经嫁给了我儿子，花你的钱也就是花我自己的钱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3道4的？作为儿媳妇，难道你做饭给我和你小姑子吃不应该吗？那我儿子娶你回来是干嘛的？给你们做饭我也没有说什么，可你们凭什么动手打人呢？这让我无法容忍。还说你小姑子拿你的项链，还让你拿钱给她，那她也是花的自家的钱，拿自己家里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吗？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婆婆，拿别人的东西不知道感激，反而怪别人小气。女儿，不要和他们说那么多废话，这样的日子我看你是过不下去了。妈支持你离婚。离就离，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吗？离开你女儿，我儿子还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老婆。妈，你给我闭嘴吧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这件事情就是你和小妹不对，是我老婆心地善良，看小妹离婚了没有地方落脚，好心收留小妹。她对你们那么好，你们怎么对她如此狠心？这些年我的工资都是交给你的，家里所有开销都是我老婆负责，她没有半句怨言，有几个人能做到？不仅如此，她还主动把你接到我们家里来住，还把你伺候的无微不至，你还不知道满足？你这个不孝子，
我把你养这么大，难道我不应该住在你家里吗？她作为儿媳妇不应该伺候婆婆吗？你作为一个哥哥，难道不应该照顾你小妹吗？她脾气是不好，你们多让着她不就行了吗？她喜欢什么，你们给她买就可以了。她喜欢项链，你老婆给她买一条，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？你说的倒是轻巧，那是我辛苦工作挣来的钱，凭什么要拿给小姑子？她自己有手有脚，不知道自己挣钱去买吗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臭女人，还敢和我顶嘴，看我不收拾你！说着说着，婆婆就走到儿媳床边，抬手就想打病床上的儿媳妇。还好儿子反应快，一把抓住母亲的手，把她甩开。妈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你儿媳妇都已经躺在病床上了，你还想动手打她？你这么狠心，我看你以后要是走不动了，谁还会来照顾你？这些不用你们操心，以后我女儿会照顾我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和小妹赶紧收拾东西回老家去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你们欺负我老婆。今天你们就回家收拾东西，把工资卡交给我老婆，赶紧回老家去吧。你这个不孝子，既然为了这个臭女人把你妈和你妹赶出家门，赶你们回老家算是客气的了。你看看你们做的这些事情，竟然还不知悔改。各位家人，你们觉得儿子的做法过分吗？大家支持儿子的做法吗？